小兰，你们家可以换车门吗？这个不需要换车门，做钣金油漆就可以了。像这种情况比较严重，但是也可以修复到和新的一样。那太好了，那你给我修吧。做油漆之前要先做钣金。第一步，先用葫芦往前面拉，在拉之前要先把大灯和叶子板拆掉，然后用大夹子把铁皮夹紧，挂上葫芦就可以拉了。快看，铁皮已经拉出来了，然后用锤敲折弯的地方。第一步已经完成了，第二步需要用这个钣金修复机，先用角磨机把油漆打磨掉，然后焊垫片。这个垫片已经焊穿到车门内部了，时间久了车门内部肯定会生锈。焊垫片就是为了把铁皮拉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拉出来了，然后把垫片取掉，这个缺口需要用铁皮补一下。开车门是为了试一下会不会蹭前面的叶子板。钣金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开始做油漆。这个是原子灰，也叫刮腻子、刮石膏，是用来填补凹凸不平的地方。你们看我刮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玩？现在等腻子干了以后，我再刮一遍，大概要等10分钟。小兰，有没有好一点的玻璃水啊？帮我加一点。有啊，这个玻璃水的清洁效果非常的好。现在腻子已经干了，再刮一层。就像这样刮，慢慢的刮，刮着刮着就光滑了。然后用灯烤一下石膏会干得更快。然后先用80毫的粗砂纸打磨，打磨好之后再刮一遍。打磨的时候砂纸要越用越细，比如80号打完用320号，然后再用600号，最后再用1200号，用手去摸一下，光滑就可以了。现在需要把锁芯、拉手、玻璃用胶带粘住。现在开始喷漆。调过来的油漆是很浓的，所以要加稀释剂。加固化剂的作用就是让油漆干得更快。喷漆的时候要先喷色差大的地方，比如刮石膏的地方和乘坐8人。喷的时候一定要薄喷多遍，不然就会像这样流泪，很丑的。钣金喷漆已经做好了，幸亏有我，不然他今天还得换一个车门。油漆已经喷好了，看起来像不像新的一样？通过这个视频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，其实做油漆对车没有任何伤害，但是做钣金的话，就会造成内部生锈。就像这种垫片焊过的地方，其实已经焊穿了，所以车门内部是会生锈的。生锈的面积也会越来越大，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，原车漆一旦被刮掉，就再也补不回来了。我是小兰，很羡慕我的朋友，他们开的都是大屏幕的车。今天我也要把我的面包车改成大屏幕。由于设计缺陷，一般这种车是不能装大屏导航的，但是今天我手里这个就可以实现。接上电视一下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高大上？现在我就把它装上，给你们看一下完整的效果。拆这个 CD 要先把这个框拆掉，再把插头拔掉，这样 CD 就可以出来了。这2个 CD 是一样大的，所以才能装进去。现在我们安装倒车摄像头，智能摄像头的线要从这里接到后面的车门，所以这根线比较长。蓝老板需要帮忙吗？能帮忙最好了。蓝老板，你天天拍视频记录修车，你的手机内存够用吗？够啊，我这个手机可是256G 的。我们现在把倒车线穿过去吧。把 A 柱盖板螺丝松掉，很轻松就拿出来了。密封条拆掉，摄像头的线要从这里穿过去，线一定要多塞进去一点，不然很容易掉出来。这个摄像头要装在后备箱的上面，现在我要用一根细铁丝把那个摄像头的线给拉出来。倒车影像上面的这2根线就接倒车灯上面就可以了。先从中间穿过去，这样会牢固一点。摄像头已经装好了，看一下刘俊装的怎么样了。现在把 CD 机装上就好了。现在来测试一下效果。我的大屏幕正在慢慢出来了。哇，挂一个倒档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小刘了，
记录仪也可以用了，就是这个显示器不怎么好，可能是价格太便宜了吧。导航试一下，导航开始。太完美了。以后我再也不羡慕别人的大屏导航了，因为我自己也有了。今天遇到这个车很奇怪，发动机1000转，踩住刹车，离合器随便挂个档，手刹松掉，离合器刹车松掉，车不会走。你们猜一下是哪里坏了？不知道的就把这个视频看完就学会了。把空气滤芯拆掉，电瓶拆掉，发动机水管拆掉，离合器油管拆掉，档位线拆掉。现在上面拆的差不多了，机脚螺丝最后再拆。这个客户昨天晚上从温州送女朋友来五乡上班，刚开始感觉动力很弱，后来直接抛锚走了。大晚上的也没有地方修车，早上车拖过来的时候，车主说在网上查过，是变速箱坏了。我们给他说变速箱的可能性很小。刚刚忘记先把油放掉了，现在撬出来就不会漏油了。变速箱螺丝拿掉，把发动机固定好，把机脚螺丝拆掉，用波箱顶把变速箱顶住。这个机脚拆掉就可以抬下来了。松了松了，这个变速箱还是挺重的。这个马上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现在把离合器片拆掉，渣子都掉出来了。小伙子经常拌离合开车，离合器片已经磨得没有了。这3个东西换掉800、900块钱吧。现在已经8点钟了，今天我表哥请我吃饭，吃完饭回来接着干。工具先简单收拾一下，养成一个好习惯。现在店里面还没有热水，改天装一个热水器。修理店太乱了，哪天闲了好好收拾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个车的发动机刚熄火就打不着了，你看打不着。等1个小时就能打着。那我们就等1个小时吧。打着了。它这个是发动机的问题，今天我要大修发动机。知道这个车为什么要大修发动机吗？我估计啊，就是拉缸了。发动机拉缸了，热车的时候就会没有缸压，打不着，或者很难打着。其实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。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是发动机？那是因为车主说这个发动机前2天高温了，在路上修了一下。现在我就先把气缸盖拆下来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坏了。这个气缸盖还是比较好拆的，因为不用拆正时，不用调气门，缸盖螺丝拆掉就可以抬下来了。现在先检查一下气缸垫，这个位置是好的，这里有点串气了。小兰，找到问题没有？你这个是气缸垫坏了。我这个是刚换的呀。啊，你这个是刚换的？对啊。你看你这个气缸垫真的不像换过的，看起来很旧很旧，而且这个缸盖也不像有拆过的痕迹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跟我说缸头削了一刀，气门换了一个。哎，吴老板，你可不可以把旧的那个气缸垫拍一个照片发给我们呀？对，刚我们联系那个老板，那个老板坚决的说他换过了气缸垫。现在我这边的话就等他把那个旧的气缸垫照片拍过来。现在我就先把缸盖铲干净，然后放上新的气缸垫装上。就算他真的把照片拍过来，我也还是不相信这个气缸垫是刚换的。所以以后咱们的车要是坏在外省了，修车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自己是本地的，不然很容易上当被坑。前2天我开高速的时候，手刹忘记放了，开了一会儿我就发现高温了，那个手动表都已经到红线了，还有一股焦味，车里面本来就有一股异味，现在还有焦的味道，闻得我真的很难受。我也闻到了，等这个车修好了换一瓶香薰就可以了。现在我的发动机已经快装好了，但是那个老板的照片还是没有发过来，就算他发过来，我也还是不相信他是真的换过了。希望我们修车人能有自己的职业精神。